我叫江小小，是一名厨师。就在刚刚，我以美食界失传已久的佳肴凤云四海拿下了厨王争霸赛的冠军。接下来就是我厨王江小小的。小心！失态了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快醒醒！大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！你吓死我了！你睡了整整12个时辰，怎么叫都不醒。我穿越了。王爷有令，王妃即刻迁居别院，无令不得外出。还穿成了一个新婚之夜就被扔进别院的弃妃。这就是我们的晚膳，我们天天就吃这个啊！这个怨妇银花完了，只能先将就了。什么都可以将就，我有吃饭将就不得。厨房在哪儿？出了别院，一直往东就是。等着，我去给你弄点好吃的来。王爷，您已经5天没吃饭了。什么味道？这么香？宵夜还得是姜氏蛋炒饭。这脸，这腰身，这若隐若现的胸肌，蓬勃而出的男性气概，9分。没想到小小王府竟然还藏着个9分男人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视力不好，扣0.5分。当然是做饭啦，看不到吗？你呢，也是来找东西吃？他入府时我倒是远远见过他，只不过从未和他打过照面。他不认识我也正常。世人皆说江家小姐好吃懒做，一无是处。她几时学的厨艺？要不要来一口？不。装高了。好香啊，好想吃一口啊！你是不是也想？不想。不吃就算啦。想尝我厨艺的人都要排到法国去了。不是，我拿个勺子的功夫你就吃完了？你这是几天没吃饭了？5天。你们王爷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连饭都不让人吃饱？果然，薄情寡义、冷血无情才是男人标配。不对，5天没吃饭，你是得了厌食症吧？他这种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人，还知道厌食症？厌食症而已，本姑娘略一出手，保你胃口大开，一顿能吞下1头大象。你若真有此本事，何必窝在别院当一个弃妃？弃妃怎么啦？你知道已婚女人最幸福的事是什么？老公不用在家，月月还有钱花。我在别院过的可不就是这样的日子吗？怎么样，你的厌食症需不需要本姑娘帮忙？你会帮我？当然，
不过你得付出些代价。你得付出些代价。好你个僵尸，行为如此不端，看来本王把你丢在别院是对的。怎么样，要不要我帮忙？说吧，你要什么？当然是银子，白花花的银子喽。只是银子？要不然呢？等下，你不会是想白嫖吧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江小小行事，第一是钱，第二是钱，第三还是钱。这个玉佩价值不菲。是吗？王爷赏的。明日此地，你来拿一份专属食物，到时候保你吃嘛嘛香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找我。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？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是那个没见过面的死人老公呢。哦，对了，你是府上的侍卫。我们走吧。你明日不见不散。小姐，王爷昨晚和别院那个丑八怪见面了。贱蹄子，被关在别院都不安分，竟然还想勾引表哥，看我怎么扒了你的皮！山楂、油菜，还有乌梅。是别院那丫头？是。贱婢，走路不长眼吗？贱婢，走路不长眼吗？对不起，苏小姐。贱婢，竟然敢拿本小姐的银子！不，苏小姐，这些都是小姐的俸银。你们小姐的，上面可有写你们小姐的名字？一个弃妃哪来的银子？定是你这小丫头偷的。小姐，我们带出来的银子正好少了20两呢。不行，你不能拿，这是小姐的。拿了我的银子还不承认，该打。哎呀妈呀，这是哪里来的小美女呀？明眸皓齿，天生丽质，看着就喜欢。苏小姐分明就是在欺负小蛮。就是，那明明就是别院的俸银。小蛮在哪儿？在账房门前。银子真是我们小姐的！还在说谎，看我不打烂你的嘴！住手！你干嘛？别院的丫头手脚不干净，我替你教一教。大家同为女人，你竟能下得去这个狠手啊！你也知道害怕。你打小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，他也是人，他也知道疼，他也是爸妈捧在手心的宝贝。你等着，我要找表哥，我要让表哥马上休了你。哟，搬出男人来了。妹妹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共有3种人最靠不住？第一男人，第二男人，第三还是男人。贱人，丑八怪，胡言乱语，你就等着被赶出王府吧！嘴贱，会挨打。不行，得去请太妃。贱蹄子，你竟然敢打我！
看来还得打。住手！姨母，那个贱人打我，你看看，我的脸都被他打肿了。王府上下都在为王爷的厌食症忧心，你身为王妃，竟然还有心思在这闹事？你知不知道王爷已经好几天吃不了东西了？他吃不吃东西关我屁事。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你身为王妃不懂礼数，行事粗鲁不说，现在更是动手打人。我看你这个王妃是不想当了。哦，是来给他撑腰的。哦，原来王府里是不能动手打人的。那这丫头的脸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自己肿起来的？姨母，我教训那小丫头是因为她手脚不干净，该打。那我教训苏小姐是因为她满口污言秽语，该打。你强词夺理，你个贱人！哟，现在不只是污言秽语，还以下犯上。你别忘了，我可还是王妃呢。太妃，我这个王爷明媒正娶回来的王妃说的对不对？谁主张谁举证。苏小姐若是真的觉得小蛮拿了你的银子，那就拿出证据，要不然就是造谣诋毁。走，我们回别院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太妃？我也不瞎，眼睛里当然有你喽。有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吗？见了我不行礼不下跪，你目无尊长，不敬父母，已经犯了七出之罪。太妃今年贵庚啊？有50吗？看上去挺年轻的，怎么说话处事像是活了几百年的木乃伊？啊，不对，几百年的木乃伊都不见得像你这么尸骨不化，冥顽不灵，还七出之罪，什么狗屁规矩，什么垃圾家法，桩桩件件都是在针对女人，压迫女人。你身为女人，还要为这种狗屁东西摇旗怒喊，真可悲。我看这吃人的规矩早就该改了。你怎么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？不是吧？这就大逆不道了？无语，真是见识太深。这太阳挺毒辣的，小心晒黑啊。把这个不懂规矩、没有教养的女人给我赶出王府！等那江氏离了王府，我就让王爷娶你为妻。谢姨母。太妃，派去别院的侍卫都被王妃赶回来了。江氏说她是王爷明媒正娶回来的王妃，我们没有权利赶她走。岂有此理！连我的命令都敢违抗，那个贱妇身在何处？厨房。走！大胆江氏，竟敢违背我的命令！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太妃？什么命令？把我赶出王府那个吗？我和王爷可是正经拜过堂、成过亲的，想赶我走，可以啊，拿和离书来。你没有和离书就别浪费我时间了，我这忙着呢。你就忙着做这些猪食狗餐？猪食狗餐，这是治疗厌食症最好的良方。你少在这里装疯卖傻，就凭你还治疗厌食症？你能给谁治疗厌食症？我。岂有此理！你怎敢如此对待？这个小侍卫和王爷一样得了厌食症，你们看，这粥真的可以治食症。小侍卫，你觉得这粥怎么样？味道鲜美。还有吗？本来有的，现在没了，被那2个疯婆子给打翻了。
他不知道青儿是王爷。江氏刚嫁进王府就被丢到了别院，他还没见过表哥。江氏行事粗鄙，实在是配不上青儿。青儿是王爷的侍妾，他不知道表哥是王爷，那绝对不能让他知道，省得他再动了歪心思。这粥你可不可以再做一份？想让我给王爷做？可以啊，求我啊，求我啊！放肆！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太妃，这可不是求人的态度。看来你们也不是很想要这粥嘛。那算了，拜拜。看看你们做的好事。姨母，你对江氏做什么我不管，但是你不该糟蹋那些粥。都是江氏那个贱人的错，我得在他知道表哥是王爷之前赶走他。小姐，人带来了。该说的小翠都已经和你说过了吧？是，小翠姑娘已经说清楚了。好，那就按照计划行事就行。只要你咬死了你们在幽会，我一定保你没事。苏小姐放心，小的保证完成任务。去吧，事成之后我有重赏。贱人，我不只要把你赶出王府，我还要你身败名裂。一会儿我们就请姨母一起去。姨母，这么晚了我不该打扰您的，只是这种事我既然撞见了，就不能当不知道。太妃，我亲眼看到王妃和那个男人一起进了厨房，府里的人说，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半夜去厨房私会了。岂有此理！竟然敢在王府做出这种肮脏龌龊事，我绝不会放过这个贱妇！你是谁？我当然是来疼娘子的人。成何体统！成何体统！贱人，这次你死定了！这么多人，我可没准备这么多份宵夜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你希望是几个人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苏小姐说的什么不可能？你明明在这里私会男人！男人？哪里来的男人？不用和他废话，给我搜！事到如今，江王妃还要继续嘴硬吗？竟然真的在和男人通奸，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？下流！贱胚子！好你个江氏，你竟然做出如此道德败坏的事情！姨母，我这就把那个奸夫给抓出来。如果这个人是我的奸夫，我任凭你处置；如果不是呢？你说？那我就小小的惩罚你一下，杖40，如何？好，你输定了。王妃这下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身为王妃，竟然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来！来人，把江氏和他的奸夫拖下去乱棍打死！等下，你们都不好奇奸夫是谁吗？一个女人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的？真是恬不知耻！还不转过来让大家看看？
江氏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不就是你们要抓的奸夫吗？来，小富贵，告诉他们，我们是如何在这厨房私会的。我当然是来疼娘子的人。疼？那我就让你好好疼一下。姑奶奶，饶了我吧！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该死！你这样的人渣败类，留着就是祸害其他女孩子，不如阉了。我闭嘴！你没事吧？还好。想怎么处理他，我帮你。不，这个人我留着有用。对不住了，苏小姐，小的实在是不敢违抗王爷命令。是苏小姐让我这么做的，她让我来厨房缠着王妃，让我毁掉王妃清誉。狗奴才，你瞎说什么？真的是苏小姐指使的。姨母，我是冤枉的，一定是这对狗男女在陷害我。这点事都做不好，没用的东西！闭嘴！胡闹，不像话，真是太不像话了。走。等一下，苏小姐是不是忘了什么事？既然已经证明这人不是我的奸夫，那便是我赢了。按规矩，苏小姐要被杖4、10。姨母，救救我！你我打赌，自当愿赌服输。莫非苏小姐输不起？来人，拉出去，杖40。严宁，你敢！王妃有令，不敢不从。他算什么王妃？他不过是被扔在边缘自生自灭的弃妃而已。他不过是被边缘自生自灭的弃素妃而已。30。39。40。苏荷，你是不是觉得用这种肮脏的手法就能毁掉一个女人的清誉？你知不知道所谓清誉、名节，本就是对女子的禁锢，而你身为女人不以为耻，反倒助纣为虐。你不仅是蠢，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坏。这是母妃口中那个好吃懒做、一无是处的江家小姐吗？疼死我了！苏丫头，听说你病了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弄成这样子？是我不小心着了那个小贱人的道。我教你一身厨艺，认了惠太妃远亲，有千方百计把你送进王府，是为了让你早日坐上王妃的位置，不是让你来和那种上不得台面的人较劲的。可是那个贱女人在，王爷根本不会娶我进门。很简单嘛，谁挡你的路，你就想办法送他走吗？天下男人，谁能逃过食色二字？这天下的美食，可养人也可伤人。你按我说的去做，那个弃妃就算不死，
也会被赶出王府。还是师父疼我。江师傅红烧牛肉面完成。饿了。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，也是个苦命的丫头，那就送你吧。谢谢王妃。你不是喜欢给王爷做饭吗？我成全你。把饭送到王爷手中，就说是王妃送的。是。王爷，王妃让奴婢给您送了点吃的来。王妃？她怎么会给本王送吃的？王妃见到王爷日夜操劳，特意做了宵夜，差奴婢送过来。放下吧。王爷，王爷，快喊大夫！不好了！小姐，不好了，王爷食物中毒了。不是吧？我这弃妃还没当几天就要成寡妇了？呸呸呸！小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王爷要是出了事，我们就活不下去了。你们这个地方还有陪葬这个陋习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王爷是王府的顶梁柱，他要是真不在了，我们怎么活呀？你呀，我告诉你，小蛮，身为女人不能指望男人，还是要靠我们自己。说，王爷到底怎么回事？是王妃让我来给王爷送吃的。这个女人心机竟如此歹毒！来人，把那个罪妇给我带过来！姨母，我亲自带人去。好。贱人，这次你死定了！我看苏小姐上次板子挨的还是太轻了，这才多久又来闹事？你，哼，我不跟你计较，反正你死到临头了，还不赶紧把江氏这个贱人给我抓起来！你们凭什么抓人？怎么了？他当然是犯罪了。不可能，我知道我们家小姐是有很多毛病，她有点懒，有点笨，有点爱胡闹，还有点没礼貌，但是怎么说她也是王爷明媒正娶回来的王妃，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她？有我在，你们休想动我家小姐一根汗毛！不用和她废话，带走！哼，把这个贱婢一起抓了！罪妇到了。姨母，我把别院那个贱人带回来了。江氏，你可知罪？不知。不知？你包藏祸心，下毒谋害王爷，罪不可恕。下毒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
进府几年，我连他的模样都未曾见过，怎么给他下毒？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把人带上来。太妃，饶命啊！看来这又是处心积虑的要陷害我。饭是王妃让我送的，我不知道她在里面下了毒。我亲眼瞧见王妃将面给了香香。我也瞧见了。对，我也看到了。这香香，原来人无语的时候真的是会笑的。毒妇，你利用香香毒害王爷，你还不认罪？求求你，帮我家小姐抓点药吧，她已经烧了3天了。这些是你的辛苦费。你们也太看得起我了！自从我嫁进王府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寒冬腊月连块炭火都要不到，生病请大夫都要额外花钱打点，甚至没有银钱的时候只能靠野菜度日。这样的我能利用得了谁？整个王府里也就小蛮和我相依为命。你们如此处心积虑地算计我，是想休了我，还是安我一个谋害亲夫的罪名？怎么都不说话了？来吧，给一句痛快话。巧言厉色。姨母，你不要听这个贱人瞎说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张嘴黑白颠倒，依我看，对付他这种人就得用刑。来人，大刑伺候！我们家小姐是被冤枉的，她真的没有谋害王爷，求太妃明鉴。用刑。求求太妃了，不要伤害我家小姐，小蛮愿意带我家小姐受罚。小蛮，不用求他们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苏小姐对我步步紧逼，不过是为了一个男人嘛，直说嘛，我可以让你。不过你真的以为这高墙之内的王妃之位是个好差事？唇亡齿寒，我今日的遭遇就是苏小姐的明天。放肆！你还在这里危言耸听？哦，你不说话我还忘了，还有你，这个食古不化的老太婆，你深宫内宅长大，苏荷的这点小伎俩怎么可能瞒得过你？这小丫鬟是你身边人，谁知道这件事儿有没有你的默许？你竟然敢污蔑我！来人，给我用刑！等一下。这声音好熟悉。是你？你得付出些代价。哦，对了，你是府上的？侍卫。你竟然假扮侍卫捉弄我！今日之事，你是否该给我个解释？解释？我为什么要解释？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。你说你是被冤枉的，那我问你，那碗面是不是你做的？是。是不是你给他的？是。面里面的药，是不是你下的？你觉得不是，那便不是；你觉得是，那就是了。表哥，你看他都承认了，无非是想要我让出这狗屁王妃之位，其实倒也不用如此大费周章，还你便是。现在你们满意了吗？江小小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知错能改，不再顶撞母妃，此事我便不再追究。哎呦呦，王爷还真是好心啊，
竟然给了我如此大的恩赐机会，将我弃于别院几年不曾见面时，王爷可曾想过给我机会？王府上上下下对我这个弃妃百般刁难，万般欺辱时，王爷又可曾想过给我机会？现在你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说要给我机会，真是可笑。造成今天这一局面的人明明就是你，你还假扮侍卫捉弄我，你比他们还要可恶。青儿，来人，把这个下毒谋害王爷的奸夫打入大牢。莫非不可。青儿，此女心肠歹毒，我顾王府留她不得。谁稀罕这喽啰一样的地方？小蛮，我们走。让他走吧。等下，要走可以，把王府的东西留下。可以了吗？还有，你穿的用的都是王府的。好，都给你们。现在我不再欠你们任何，我江小小从此以后和你们顾王府再无瓜葛。洗一桶衣服5个铜板，我们洗了15天，也才75个铜板。衣食住行又要花去一些，这样下去，我们要多久才能有个安稳落脚的地方呀？我倒无所谓，倒是小姐千金之躯，怎么能天天睡柴房呢？老爷夫人早已离世，我们2个弱女子又能去投靠谁呢？小蛮，你相信我，这偌大的京都总有我们的落脚之处，我一定会在这里闯出一片天。烟雨楼在重金招聘名厨，1个月50两，这钱可不是谁都能赚的。烟雨楼是什么地方？京都第1皇家酒楼，能去那里面吃饭的人非富即贵。这样的地方岂是那么容易进去的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走，烟雨楼去。江氏既已离开，为何你和王爷的婚事迟迟没有着落？王爷病体刚好，太妃想缓些日子再说。这事要抓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是。不愧是京都第1皇家酒楼。他瘦了。这半个月来，王妃和小蛮都在靠着帮别人做杂货维持生计。听说你们这里在招名厨？客官，你这是要举荐谁？我。谁？还要举荐他自己？哪里来的女娃娃？不知天高地厚，还以为这里是什么胭脂铺子。你瞧他那小身板，能不能拿得动菜刀都两说呢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是女的，女的就不行。告示上可没说只招男人。这厨房大师傅向来都是男人。向来是男人，所以就不要女人？怎么，女人是洪水猛兽会吃了你们不成？你别忘记了，你们也都是女人生的。你是来闹事儿的吧你？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岂容你在这大放厥词？滚出去！姑娘，你相信一见倾心吗？姑娘，你相信一见倾心吗？那不是京都第1风流公子程子君吗？听说这程公子家产万贯，风流多情，红颜知己一大堆。什么一见倾心？不过是见色起意，就像你对我，当然也可以是我对你，只是本姑娘不喜欢你这款。成何体统？
大庭广众之下和男人拉拉扯扯。王爷，他已经离开王府了。人虽离府，并未合离。他现在的名头依旧是顾王府的王妃。王爷这是吃醋了。你们烟雨楼要的是名厨，既然这样，就应该以厨艺来决定我的去留。我觉得这位姑娘所言极是。厨艺？你也敢提厨艺？就是，你看看她那个样子，哪里像是会做菜？还做菜？我看怕是连菜都切不好。借你们的刀一用，借你们的刀一用。好帅的刀法，这个刀工，没有个5年10年根本做不到。巾帼不让须眉，姑娘好刀工。怎么样？这烟雨楼本姑奶奶进不进得了？你把这烟雨楼当成什么地方了？还真是阴魂不散。雕虫小技，夜郎自大。烟雨楼可是京都第1皇家酒楼，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，也配？你家是住在马路边吗？你什么意思？管得那么宽，我能不能进烟雨楼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想要进烟雨楼，必须过我师傅这一关。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想要进烟雨楼，必须过我师傅这一关。什么？姑娘有所不知，烟雨楼管事和沈御厨乃多年好友，管事的四处云游，重任就落在了沈御厨身上。你现在还觉得你能进这烟雨楼吗？原来这烟雨楼名厨选拔看的不是厨艺，而是有没有得罪苏小姐啊。程公子此言差矣，选名厨自然是看厨艺，只是江小姐空有刀工，未见厨艺啊。她会做什么菜？我看啊，这烟雨楼你是进不了了。不过有个地方我倒是可以给你推荐推荐，城西屠宰场正在招人帮忙做猪食，我看你正合适。幼稚！你们才该去做猪食狗食！我倒是有个建议，既然大家彼此不服，倒不如比试一场，谁高谁低，一试便知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要他和我们比试厨艺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程公子，你觉得他配吗？那就试试。你是不敢吧？和我比？和我比？小姑娘，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他说要和谁比？沈御厨？他莫不是疯了吧？他到底知不知道沈御厨什么来头啊？17岁就成了私膳房主厨，私膳房那是什么？随便抓一个打下手的，都是京都名厨级别的。别说沈御厨了，我看他呀，怕是连沈御厨那个小徒弟都比不过。好，我今日便成全你，只是你输了呢？输的人自切食指，滚出京都！你敢不敢？有何不敢？不过，若是我赢了，我就要做这烟雨楼的主厨。他宁愿做个厨子，都不愿待在王府。就你那烂厨艺，还真想赢我师傅？别说你师傅了，再加一个你，我照样赢。行了，别说废话了，一起上吧。你怎么不敢啦？害怕输了切手指啊？谁害怕了？比就比。什么意思啊？江姑娘的意思是，她要1挑2，同时和苏御厨厨师徒比厨艺。他疯了吗？他是疯了吗？
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吗？好大的口气！我倒是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么大的本事。美味佳肴，人各有所好，只做自己擅长的菜，未免有失公允。我们一道菜定输赢，如何？好，那就来一道世间稀有的菜肴——凤吟四海吧！凤吟四海，已经失传的凤吟四海。这道菜听说只有食谱记载，根本没有人做出来过。凤吟四海。我叫江小小，是一名厨师。就在刚刚，我以美食界失传已久的佳肴凤吟四海，拿下了厨王争霸赛的冠军。竟然是本姑娘最擅长的凤吟四海，她是疯了吗？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吗？沈御厨未免太欺负人了。这世间会做凤吟四海的人有几个？上一次这道菜现世还是40年前，江姑娘年纪轻轻，如何懂得这道菜的奥妙？程公子此话差矣。凤吟四海确实不常见，但是并不代表没有食谱流于民间。我虽年长，但是和江姑娘一样，也未曾见过凤吟四海，何来欺负人可说？程公子不能为了美人出头就罔顾事实。行了，就凤吟四海吧，我们就比这个。好，3日后，同一时间烟雨楼中见分晓。等一下，江姑娘不该答应他的赌约。为何？沈御厨厨艺了得，整个京都无人能敌。他那个小徒弟看着年龄小，却尽得他的真传。几年前，我曾在宫中宴会上尝过他的手艺，和沈御厨不差上下。你知道为什么整个京都无人能敌沈御厨吗？不知。那是因为本姑娘没出现。你来干什么？路过。路过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，还是帮你那个亲亲表妹的？你不是沈御厨的对手。陈公子，今日多谢你提醒，等我赢下这沈御厨，定会亲自下厨，以表感谢。也请陈公子放心，绝对不会下毒的。你要为他下厨？你们不是刚刚认识吗？顾王爷，有一个词你没听过吗？叫一见如故。江小小，你别忘记了，你现在还是顾王府的王妃。王爷记性可真差，我和你们顾王府早就恩断义绝了。你怎么了？后悔了？还是吃醋了？告诉你，晚了。我吃醋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不会是特意写了骂我的话吧？这家伙，王爷对你很上心。得了吧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准没好戏。走了，回见。对了，你知道云菜哪有卖的吗？珍宝阁。那是什么地方？可以得到任何奇珍异草的地方。只是老板脾气古怪，东西只卖有缘人。那看来得想想办法了。我和那位老板是好友。那你肯定知道你这位好友喜欢什么？酒，好酒。对月畅饮，一醉方休。掌柜的，一人独酌不如2人对饮。掌柜的，尝尝我这酒怎么样？酒不错，想换什么？云菜。这点酒哪里够？是要喝完这一整坛吗？当然不是，喝完这些，云菜随便你用。小姐，不行的，这3大坛酒喝下去会出人命的。要不，我们去求求王爷？不，我才不要向他低头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请吧。
马上。狗奴才，把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。在王爷面里下毒的事情是苏荷小姐指使我做的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因贪财犯下大错，求太妃饶命，王爷饶命。下毒栽赃，这样的人怎么能继续留在王府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慢着，大胆奴才，竟然敢给王爷下毒！来人，把他带下去乱棍打死！至于苏荷，念你尽心侍奉的份上，今日便饶你一次。去佛堂抄书，闭门思过去吧。母妃这样处置太过不公。昔日面对王妃，你赶尽杀绝，如今对真凶反倒百般纵容。我一直以为母妃深明大义，如今看来，竟是我看错了人。有我在一天，苏荷休想再踏入王府半步。江姑娘已经喝了一坛了，还要喝吗？当然，小姐，你真的不能再喝了。我可以。小姐。剩下的酒就让我来替江姑娘喝吧。好。我的王妃就不需要陈公子操心了。顾王爷好酒量，奉劝陈公子离顾王妃远一点，再有下次，打在你手腕上的可就不是折扇了。帅哥，美男子，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俊俏公子。不对，你是谁？你怎么那么像顾长青那个混蛋？信小人，是非不分，摆王爷架子，呸！垃圾男人，还装侍卫骗我，垃圾男人。这个脸蛋儿和顾长青一样帅，10分。我以为你讨厌我，没想到是对我有非分之想。100分。原来王妃对我有如此高的评价。加100分。不会喝酒逞什么呢？我好不容易存了那么多钱，结果来到这个鬼地方，一下子全没了。钱，我要我的钱！钱，有钱了，我可以买漂亮衣服，买好吃的，还可以。
小帅哥，这些钱都给你，你陪我玩好不好？王妃都是在哪儿学到的？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好不好？好。现在小帅哥是我的了。王爷，解酒汤。小帅哥，不要走。我不走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。醒了？啊！怎么是你？你想是谁？我的王妃就不需要陈公子操心了。丢人！怎么醉成那个样子？这是哪儿？我在别处的府邸。哟，到底是王爷？府邸很多嘛，是不是还养了几个小美人啊？就知道你们这些男人，哪个不是新欢旧爱、妻妾成群？我没有。没有一个，有无数个吧？顾王府从始至终有，且只有一个王妃。那个，昨天我喝了酒，我这人吧，酒量不太行，一喝就断片儿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这个脸蛋儿和顾长青一样帅。昨晚什么都没发生。那就好，我还有事，先撤了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已经让严宁把听雨轩收拾了，你搬回去吧。怎么，不要我给你母妃道歉啦？就这么让我回王府，不怕我再给你下毒啊？下毒之事我已经查清楚了，确实与你无关。栽赃陷害你的人，我已一一处置。你一个弱女子在外度日艰难，我是担心你，才想让你搬回来。是担心我，还是想禁锢我？顾王爷，我刚刚对你有那么一丢丢的好感，但现在又没了。你总是自以为是的觉得每个女人都想住进你的王府，但对我来说就是个禁锢我的牢笼。我宁愿住大街上，都不会再回去你那个狗屁王府。你什么你？回去找你的亲戚表妹吧，她最爱你的王府了。拜拜。小姐，我给你炖了鸡汤。不喝，咱们走。哎呀，我已经让严宁把听雨轩收拾出来了，你搬回去吧。呸！谁稀罕啊？装什么好戏？小姐，我觉得你误会王爷了。你怎么替他说话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王爷人很好。昨天晚上，他照顾了你一夜。小帅哥，这些钱都给你，你陪我玩好不好？这不是我的回忆，绝对不是。以前觉得王爷不近人情，但现在看，对小姐是真的好。谁信？小姐，等等我。号外！烟雨楼厨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买定离手，同走无期，欢迎下注。应该没人会笨到去选江姑娘吧？这一看就知道是沈御厨赢啊！怎么没人选我？京都的人都觉得沈御厨会赢。说句实话，要不是你是我家小姐，我也选沈御厨。拿来。什么？当然是铜板啦！我要压自己赢，大赚一笔。
只有这一个，我全部都要。小姐，我身上就剩下20几个铜板了，万一你输了，我怎么可能输呢？拿来。我赌江姑娘赢。我赌江姑娘赢。还真有人相信他会赢啊！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再加20两，以小博大，今儿可要赚个盆满钵满了。王爷，这500两怕是要打水漂了。500两，我也赌江姑娘赢。难道这姑娘真有2把刷子？得了吧，再有2把刷子能赢过沈御厨？开什么玩笑！1000两啊！那要是我们赢的话，我要加注沈御厨。江姑娘，厨艺比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得去准备了。好，你放心，你的500两绝对不会打水漂。烟雨楼厨艺比赛正式开始。刀工老练，不愧是沈御厨。我瞧着那江姑娘刀工也不相上下呀。做菜比的又不只是刀工，放宽心，肯定是沈御厨赢。现在认输还不晚，做菜都堵不住你的嘴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单比厨艺，这京都没人会是我师傅的对手。那是本姑奶奶还没来。不用和他废话，等下他就知道我御厨世家的厉害了。跟我斗，你未免太嫩了点儿。好啦，味道鲜美，香而不腻，怪不得传说中才存在的佳肴，今日一尝，果真是名不虚传。哦，什么意思啊？这道菜是好吃还是难吃啊？入口生香。这世间真的会有如此美味吗？能吃到这么好吃的菜，我真的是死而无憾。我选这个。两位觉得哪一道更合胃口呢？两位觉得哪一道更合胃口呢？这些是一点心意，厨艺比赛的事情就拜托先生了。有胭脂红的那盘就是师傅所做菜肴。沈御厨厨艺精湛，这京都怎么会有人是他的对手？1比1平，现在最后一票尤为关键。只要我能做的，我定万死不辞。厨艺比赛当日，先生只要选择盘子上有胭脂红那一盘即可。我选第1道菜，这道菜出自……恭喜沈御厨！赢了，我赢钱了。沈御厨确实精湛，但我没道理输。看他馋嘴的样子，一定是我赢了。怎么办啊，江姐姐？是我师傅赢了。这么漂亮的手指，很快就要没了。要怪就怪你厨艺不精，3脚猫的功夫也敢和我师傅比厨艺。我倒要看看你没了手指还要怎么在这京都生存。
等一下！你们这是要为他求情，愿赌服输？莫非江姐姐她输不起？好一句愿赌服输！你的小丫鬟呢？带上来。小翠姑娘在做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胭脂，这是他帮我梳妆打扮的时候蹭上去的。哦，是吗？是啊。那盘子上的胭脂红和这小丫鬟手指上一模一样。难道说？说吧，你手上的胭脂到底是做什么的？看来还是得去大牢走一遭。我说，小姐让我把胭脂抹到盘子上，她说，只有这样，评委才能认出哪盘是沈御厨做的菜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是因为评委收了他们的钱。啊！不可能！沈御厨要赢江姑娘轻而易举，为何还要做这种事？那就得问问两位了。我没有，分明是有人在陷害我。陷害你？昨日你从烟雨楼带出去的500两从何而来？是做生意赚的。还不说实话？收受贿赂，送官府。王爷饶命！我说，银子是沈御厨给的，我也招，我确实收了苏小姐的银子。他们真的花钱收买了评委？呸！什么狗屁御厨，害得老子赔钱！他们真的花钱收买了评委啊！不行，输掉的钱得他们来赔。沈御厨和苏荷二人收买评委，手段卑鄙，烟雨楼自然会取消他们的比赛资格。这场厨艺比赛自然是江……我更想用厨艺来一较高下，再找评委吧。好。恭喜江姑娘，你就是烟雨楼的主厨了。等一下，二位应该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吧？断食指，滚出京都！这次姑且饶过你们这一回，滚吧！吩咐下去，不许苏荷再靠近王府一步。是。我们小姐赢了！这偌大的京都，总有我们的落脚之处。我们小姐，她做到了。堂堂御厨怎么能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？厨艺比不过就算了，品行也如此不端。还我银子！你们还我银子！滚出京都！二位，江主厨现在真的没时间给两位做菜啊！贵妃娘娘想要吃江主厨做的菜，都要排队。500两，我要江主厨现在给我做菜。800两，我要先吃到江主厨的菜。严宁，1000两，1500两，3000两。这3000两别说吃江大厨的菜了，怕是烟雨楼都能买下来了。3000宝只为了吃到江大厨的菜，王爷好大的手笔啊！别说王爷了，这京都权贵又谁不想马上吃到江大厨的菜呢？王爷就不怕自己在烟雨楼一掷千金的事情传出去吗？为江大厨，值得。姨母，我自知做错了事，没脸见你，但是有件事我必须告诉姨母。何事？表哥和别的男人为了抢江氏，在烟雨楼里一掷千金。什么？
走，我们去烟雨楼。身为女子，在外抛头露面就算了，竟然敢迷惑王爷，找死！客人，这边是厨房区域，不能过去。滚开！客人，那里真的不能去。你来看一下。张主厨，这位客人不由分说就要往灶台去，我拦不住啊！你下去吧，这里交给我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他肯做东西给王爷吃了。喂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听说你做的菜很好吃，我来尝尝。原来这老古董是想要搞特权啊！怎么，不怕我在饭菜里下毒了？此前的事确实我不对，我不该听信谗言误会你。传令，把苏荷逐出京都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是，别以为这样就可以搞特权了。这里可不是顾王府，什么事情都以你为主。先来后到，想吃东西就排队去。什么时候到你了，给你做。好，好，好，都依你。不是，这老古董现在这么好说话吗？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咱们呢得往前看。什么意思啊？王府最近冷清了不少，你若是有时间，回去看看。不是，你这样比你骂我吼我可怕多了。你莫不是吃错了什么药？母妃，母妃来这里做什么？来烟雨楼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吃饭了。烟雨楼美食一绝，我点了一些招牌菜。母妃既然来了，那就尝尝吧。带太妃过去。是。我母妃她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不过她吓到我了。她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这里有谁能欺负得了我啊？你搬回王府吧。啊！我并不是想要禁锢你，我只是……不，我不愿意。我不要被红墙褐瓦困在方寸之间。我要的是更广袤的天地。打扰一下。江姑娘要的，我可以给。你想要在烟雨楼成就一番事业，我支持；你想要游山玩水，看遍天下美景，我陪你。你想要的一切，我都会尽量满足你。弱水三千，我只要江姑娘一人。烟雨楼是你的了，你想要独自经营就独自经营，你想要共同经营也可以。江小小，在我身边，你永远都是自由的。还是我比较适合江姑娘。程公子别忘了，我和他早已拜堂成亲。小姐，小姐，又有客人点名要你做菜。来啦来啦！程公子，我警告过你，离他远点。恕难从命。上好的绸缎，这得花好多钱吧？这是程某为江姑娘准备的礼物，还请江姑娘笑纳。这些是我送给王妃的。你们别再往烟雨楼送东西了，你们看看好好的烟雨楼都成什么样子了！抬走，抬走，现在就抬走！从延宁台的箱子里拿的，这质地一看就是好东西，送你了。小姐，王爷和程公子，你更喜欢谁啊？谁都不喜欢。才不是，你肯定有更喜欢的人。哎呀，我和他们都是朋友。如果真的都是朋友，你为什么会区别对待啊？程公子送来的东西，小姐是一个也不碰，
但是王爷送来的东西，小姐从来没客气过。哪有？你不收程公子的东西，是因为不想亏欠他，而对王爷不客气，则是因为从心底觉得你和王爷是一家人。胡说！江姑娘，不知可否赏脸，一起去河边放花灯？这么晚了，还是不了吧。程公子，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今日是我生辰，我不想一个人度过，这只是朋友之间的请求。如果对江姑娘来说很为难，那程某就不再强人所难了。好，放个花灯而已，走吧。王爷，你是来找我们小姐的吗？小姐出去了，要不你去里面等？不了，我在这儿等会儿吧。这玩意儿顾长兴应该不会喜欢吧？多谢江姑娘陪我过生辰，今日之事我会一直记在心里。朋友之间不必如此客气。江姑娘，我有事想说。烟雨楼初见，我就被你吸引了。什么一见倾心？不过是见色起意，就像你对我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的目光总是会忍不住跟着江姑娘。那日烟雨楼内，我的许诺都出自于真心，只要是江姑娘想要的，我程子君都可以给。不知道江姑娘可否给我一个机会？是顾长卿。不知道江姑娘可否给我一个机会？抱歉，我心里已经有其他人了。是顾王爷。我和他总是吵吵闹闹，他的很多行为我都看不惯，可是我还是会控制不住的想要奔向他。顾长卿，你来啦！孤男寡女结伴夜行，成何体统？年纪轻轻说话怎么跟老古董似的？还说什么孤男寡女结伴夜行？那你深更半夜来找我又是什么意思？我和他能一样吗？你什么你？我是你夫君。王爷真是没记性，我和你们顾王府早就没有瓜葛了。这么着急撇清关系，我看你是想和他有瓜葛吧？你就是没事找事。两位听我说一句，关你什么事？上一边去！深更半夜不睡觉跑来找我吵架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看不惯我。对，还真让你说对了，本王就是看不惯你。我看不惯你深更半夜和别的男人结伴出去，看不惯你和别的男人走得那么近，更看不惯你和别的男人说说笑笑。本王这是在吃醋。你在吃醋？可笑，本王是那种会吃醋的人。王妃还真是会自作多情。你就继续嘴硬吧，本小姐不陪你玩了，拜拜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夜宵还是姜氏炒饭。小姐，王爷已经走了，来吃夜宵。小姐，你就别生王爷的气了。你回来之前，王爷在外面等了好久。我没有生气，他吃醋代表他喜欢我啊。那刚刚欲擒故纵，这么纯情的男人，这年头可不多了啊。哎呀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有件事儿得拜托你，你去帮我传一条消息。王爷，不好了，王妃她要在烟雨楼外招亲觅良婿。什么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烟雨楼江主厨招亲觅良婿了。江主厨厨艺闻名天下，不知道哪家公子哥能被他看上。小哥可知江主厨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呀？这个嘛，当然知道。身高188，有颜有身材，有胸肌腹肌，有才艺最好。没有才艺会赚钱也行，必须听话，温柔体贴。各位久等了。江主厨，
我家陈万贯身高188。胡闹！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朝亲密良婿啊！没有和离书，你还是顾王府的王妃。和离书啊！你等着，小蛮拿上来。把里面的东西给王爷。我不同意和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。我想让你回王府，不仅仅是因为你是王妃，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想天天见到你，我不想看到其他男人接近你。我那天是在吃醋。小蛮，打开盒子。你真的要和离？这是同生自相应，同心自相知。小姐和王爷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老爷和夫人也该安心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黑着脸顾客都被你吓跑了，还没事谁信啊？你一天到晚都在烟雨楼，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你的生辰？我的生日？啊，不对，那是七夕。哦，是七夕啊！烟雨楼太忙，我这不是走不开吗？你放心，晚上我一定早点回家。天子1号房，客人点了招牌凤迎四海。来啦！我想你了，即使天天得以见你，我依旧很想你。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